上一期我们讲到，魏满朝鲜被汉朝收入囊中，在朝鲜半岛的北方，汉武帝设立了4个郡，我们称为汉四郡。在北方被汉朝收入囊中的同时，朝鲜半岛南方的陈国也发生了分裂，分出了3个部落联盟，分别是马韩、陈韩和卞韩。这3个部落联盟统称为三韩，也有为了跟后面的三韩区分，被称为前三韩。其中陈韩因为有很多秦国的难民，所以也被称为秦韩。至此，南北朝鲜的历史也进入到了前三国的时代。本期的老白说朝鲜半岛风云第2集，跟大家讲讲朝鲜半岛的三国演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的内部也经历了魏蜀吴三国争霸等等局势，所以朝鲜半岛的接下来发展受到中国的影响就更大了。当时中国居住在东北一带的扶余人，趁中国王朝迭代混乱局面，建立了高句丽王国，并在后来一步步地蚕食了朝鲜北部的汉四郡。后来高句丽的王子温祚因为和大哥闹翻，就逃到了南方的马韩境内，自称为王。他将国号定为百济，并在汉江下游的平原上修建了一座卫理城作为自己的驻地，也就是如今韩国的首都首尔。那么进入南边之后，肯定要搞事情，所以温祚王打败了马韩境内的老大木兹国，随后又陆续吞并了马韩联盟中的其他小国。至此，朝鲜半岛南部的西边就被温祚王尽收其手。而前面说过，朝鲜半岛的南边是三韩鼎立的局面，其中一个鼎马韩已经被拿下了，其他的2韩陈韩和卞韩为了发展也好，动乱也罢，也在慢慢的从城邦联盟走向了一统国家的局势，陆续的演变成为了暹罗国和茄耶国。因为茄耶国实力太弱了，所以又被暹罗国吞并。自此，朝鲜半岛也就进入了暹罗国、百济和高句丽3足鼎立的新三国时代，也就是我们为了区分所说的后三韩时代。到了公元4世纪，因为中国的西晋王朝爆发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事件，汉武帝时期设立的汉四郡就彻底的和中原失去了联系，孤悬关外。剩下的就是朝鲜半岛内部为了争夺对这4郡的控制权进行的内部争斗了。当时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王国和百济的关系迅速恶化，接连爆发战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百济败多胜少，高句丽的一连串胜利逐渐发展成一个北起辽河、南抵汉江的千里之国。之后，高句丽迁都到了今天朝鲜的首都平壤，顺利完成了对汉四郡的吞并。高句丽的国力也在6世纪的时候达到了巅峰，成为了东北地区最强大的政权。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是处于刚刚统一的隋朝，随着高句丽的逐渐强盛，隋朝深感不安，于是隋朝的2代皇帝多次发兵攻打高句丽，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攻城略地效果。不过这个过程却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，国力的衰弱带来的就是王室内斗、内部混乱，高句丽也因此开始走向了衰落。而此时朝鲜半岛的其他2个国家百济和暹罗国则趁机联合，开始对高句丽发动了战争。这2个国家战争胜利，赢了高句丽后，暹罗国看到损失惨重的百济，便心生恶意，于是即背弃了盟约，突袭了百济的地盘，抢走了他们大片的领土。从此，高句丽和百济的国势一蹶不振，而发了财的暹罗国则开始崭露头角。当然，除了这波操作之外，暹罗国也有自己奋发图强的因素。因为早期暹罗国模仿中国制度，接纳了儒家官僚体系和律令制度，明确了官员的等级，让暹罗的行政效率大大提升。比起其他2国，还在文武官员的制度上面做了划分，其他2国文武官员则根本没有划分区别，所以暹罗的制度对他们简直是一种降维打击。所以在公元660年，暹罗和中国的唐朝联手灭亡了百济。此时的朝鲜半岛
就剩下了高句丽和暹罗。此时的朝鲜半岛局势又发生了改变，其中的高句丽正在和中国的唐朝进行大战，而刚刚灭国的百济王朝遗老们为了对抗大唐和暹罗国，选择跟高句丽联合，并向日本求救。而这一次的求救，则开始了朝鲜半岛引狼入室之路。我们下一期再详细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。